这婚你必须结。若不是母亲强行逼迫，我怎会娶一个大我10岁的中庸？段林舟，吉时到！听说了吗？穆小郡王娶的是个生不出孩子的中庸。中庸怎么了？人家段老板可是活生生的财神爷在世，人家一天赚的钱，你10辈子也花不完。好俊美的一张脸，完全不似传言中病入膏肓、命不久矣的样子。段灵舟究竟使了什么卑鄙手段，让你非要逼我娶她为夫？你，今日我务必找他要个说法。小郡王，段老板在茶室恭候大驾。段老板好雅兴，只是这熏香怎么一股子药味？段林舟见过小郡王，久病之人礼数不周，还望小王爷不要见怪。今年的新茶，小郡王尝尝。久闻段老板玲珑手段，咱们今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小郡王是为你我婚事来的吧？正是。小王爷想娶一位什么样的妻子？这话可将我问住了。我从未想过共度余生之人。那郡王不如从了我。虽说我不如坤泽娇美可人，可容貌也算入得人眼，手中大把赚钱的门路，足以养得起整个宁浙王府。段老板好大的口气。其二，穆家在军中赫赫威名，如今新帝登基，本就备受猜忌。你穆小王爷偏偏迎娶商贾末流，恰恰能向陛下表明穆家无心联姻结党，唯有一片忠君爱国之心。如此说来，段老板用心良苦，全是为我宁治王府。自然不是，段某是良心商人，只做互惠互利的买卖，咱们俩来日方长。送入洞房。请郡王和王妃饮合卺酒。郡王就是再不喜我，合卺酒还是要喝的。恭喜郡王和王妃，从此夫妻一体，永不分离。废话真多，小人这就告退。小郡王既已答应成婚，又何必冷言冷语摆脸色给我看？若是传了出去，说小王爷新婚之夜就夫妻不和，岂不是让人耻笑？我只是不忍违逆父王和母后，才让你嫁进王府。你不要得寸进尺，摆出如此浪荡姿态勾引我。小王王这话可真是不解风情。还是说，小王爷觉得这样更有情调？段林舟，你一个一把年纪的中庸，也配学坤泽魅惑男人？你不下口尝尝，又怎知哪道菜更合胃口呢？小王爷怎么如此粗暴？我这一把老骨头都要被撞碎了。我并非故意。段老板早些休息吧。段林舟从哪儿学来这些个狐媚手段？竟比勾栏里的姑娘们还要勾人儿，不能就让他这么下我的面子。明日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王爷早些休息吧，冬日里冷水澡泡久了，当心染上风寒。知道了。你说郡王昨夜睡在偏殿了？正是，听说还叫了好几次凉水呢。这怎么行？郡王还小，憋坏了可不好。王妃，郡王一大早就去了绛云馆，莫不是找哪个相好的坤泽撒火去了？我立刻去将郡王追回来。莫急，吃过早饭后再同我一起去瞧瞧。成亲第一天就到绛云阁来消遣，您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？
那位段老板我可开罪不起。他要问责，自是由我顶着，还能为难你一介坤泽吗？小王爷威武！段老板到！段老板来了，老板好久不见呀！进去我房间吧，段老板。这段林州怎的比我还受欢迎？段老板生得风流倜傥，出手又极为阔绰，整个绛云阁里的人无不抢着巴结奉承。今日不光饮茶了，陪我下去演场戏，这些银子都归你。我还以为王妃是来寻我的，没想在这左拥右抱，好不快活。我自是来寻小郡王的，只是遇到几个熟人，打个招呼罢了。哦，对了，锦衣堂新进到了一批上等料子，有空领大伙去挑挑，每人都做几身新衣裳，算我的。谢谢段老板，谢段老板赏，还是段老板最疼人了。小王爷方才在楼上已尽兴了吧？不如和我一同回去。成亲第一天，理应向父王母后行礼问安的。中庸怎么生得出孩子？母亲这话未免太过荒唐。旁人家的中庸生不得，我宁卓王府的便生得。府中名医良药俱全，只要林州愿意，母亲定保你安稳无虞。林州但听母亲安排，只是小郡王他……好端端的说这些做什么？母亲这些丑珠子买来何用？摸在手里怎具如此黏腻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拼斗。先以彩糖丸拼纹样，再以飞水清蒸，让糖丸表层微溶相粘，凉唾就是可食用糖化。这是林州的糖果铺中新出的精巧玩法，如今京中贵女夫人无不趋之若鹜。最近上了几款新图样，稍后让人送来给母亲赏玩。我竟不知郡王妃还有这般奇思妙想。我的优点还多着呢。小郡王与其好奇这个，不如想想如何应付母后催生小世子一事。母后怕是还不知道，我与小郡王昨夜并未行过夫妻之礼。行了礼又如何？你在绛云轩左拥右抱，可不像能安分生儿育女的贤妻。小郡王这可冤枉我了。段某身为商人，少不得在风月场中逢场作戏，可这新仙之上，自始至终便只有小郡王一人。郡王妃，刘掌柜已请回，关在钱庄地下密室。知道了。小郡王午后若无事，不如随我一同过去，也好给我撑撑场面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将人放下。东家饶命啊！我对东家一片忠心，因为家中老母病重无钱医治，我才敢偷盗苦银。据我所知，你的月钱足够医治，可你母亲却是活活在家中病死的。我们查得一清二楚，你沉迷赌博，害老母病死，妻离子散，该千刀万剐。郡王妃，打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郡王妃，再打就出人命了。刘掌柜非府中家奴，草菅人命有违国法。既如此，便听小郡王的，送交官府吧。主子方才手段是不是太凌厉了些？恐惹得小郡王不喜。那又如何？总不能一直扮作纯良无害的小白花。我不仅要他爱上我，还要让他爱真正的我。这春日里的猫都发情了，你怎的还像出家人一样清心未愈？儿臣身为宗室子弟，心里只有府中庶务、朝堂差事。少拿差事搪塞我。成亲这么多日，你为什么不在林州房里过夜？我……别在这惹我心烦了，回你院里陪林州去吧。春天都到了，吩咐人把火炉撤了吧。主子身娇体弱，初春气温反复，太早撤炭火容易着凉。我让厨房做了鹰绕雪，给主子降降温。你怎的躲在这里吃独食？郡王怎的来了？几日不见，难不成是想我了？樱桃乳料，你在吃樱桃乳料？你说什么？我儿的信香是樱露味儿。这般柔弱的信香，我怎么配做天前？从前我总嫌自己这樱酪味的信香太过柔和，一直拼命压制，
可他这么爱吃樱烙雪，若是闻到我的馨香，会不会也喜欢？怎的突然害羞？难道真想我了？少自作多情，是母妃命我过来看你。既然来了，这樱老雪清甜浓郁，郡王尝尝。不必，本王爷不爱吃这些甜腻之物。那真是遗憾了，这个味道我可总也吃不够。那便尝尝。郡王的造期是不是快要到了？本王爷的事与你无关。小王爷躲什么？莫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？以往小郡爷造期是用镇造汤，还是宁威丸？你这般血气方刚，寻常药物压得住吗？无需你操心，本王爷自有办法。药物终究伤身，如今我们已成亲，以后你的造期就让我来帮你。放肆！休要再胡言乱语！你简直不成体统！勾魂摄魄，楚楚堪怜，杀伐决断。究竟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你？偏偏哪一面我都躲不开。听闻郡王妃染了风寒，现在如何了？回王爷，王妃已服过汤药，刚刚睡着。你退至外间等候，这里有本王照看。小郡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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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。他的嘴唇怎么这么软？好想摸摸。我怎么会对一个病人做出这般行径？郡王妃已退烧，你进来伺候。本大王先回房了。小王爷，到我身边来，别怕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小郡王平日的威风到哪儿去了？你明明早就臣服于我了，不是吗？靠近一点，我有话直说给你听。小郡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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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在这里？听闻小王爷昨夜守了我半宿，我一醒便来道谢。方才小王爷睡得不安稳，可是做了什么好梦？不过是梦到练枪罢了。练枪怎么这般遮掩？难不成小郡王被子里藏了什么东西？别闹，让我缓缓。我不闹，也不笑你，更不会同旁人说。在我面前你不必遮掩，无论小王爷是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。染了风寒就不要光着脚乱跑，小心加重了病症。我的鞋子你穿着打，先对付一阵，回了寝殿再换合脚的。时辰还早呢，小郡王再陪我坐会儿吗？今日不行，荆棘春猎要加紧筹备，我得去宗人府盯着。这帮祖宗再出错，皇上又要扣我俸禄了。你也在受邀名单之列，若是身子实在不舒服，不必勉强，我让人把你从名单上划去便是。那可不行，我得借此机会露露面，也好破了那些说咱们夫妻不和的谣言，省得他们背后乱嚼舌根。是我不好，成婚数日，对你多有冷落，实在委屈你了。那作为补偿，小郡王得了闲，可要第一时间回来看我，不许耍赖。我答应你，按时喝姜汤，莫要再受凉。主子为何不告诉小郡王？就算不是作为郡王妃，你也早早便收到了春猎的邀请，
我若是说了，该和小君我怎么解释？我一个商人，凭什么能受邀参加皇家春猎？自然是因为前年北疆战事，您捐献军粮，打通粮道，救了小郡王和钱丰营。好了，过去的事莫要再提了。小郡王现在对我不过是稍有好感，尚未全然交心。我若是此刻说出实情，把当年那桩沉重的恩情压在他身上，岂不是挟恩图报？反倒会让他心生隔阂。等时机到了，我自会把这些年的前因后果一一告知于他。夫人再忍一下，我去请稳婆。你乖一点，不要哭了，哥哥会保护你的。哥哥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？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我会乖乖的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哥哥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等哥哥做好了就回来找你。你要好好长大，好好照顾自己。主子，好消息！15万道军粮已经安全送达雁门关前线，钱丰营成功脱困，小王爷安然无恙。这个样式的靴子，郡王小时候也有一双。小郡王，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相识了很久，很久。公子这镂空睡袍设计的颇有情趣，是要送给哪个相好的坤泽？无需你操心，我拿回家自己穿。啊！真是荒唐！自从那天梦到段灵州，画面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鬼使神差的画了图样，送到制衣铺子，万一被他知道，指不定要如何取笑我。哎，那不是小王王吗？自你成婚之后，可是销声匿迹，再也不出来和我们热闹了。莫不是被那郡王妃管得太紧？胡说，谁能管得了咱们小郡王？就是，咱们喝酒去。答应了要早点回去，他肯定在家等你。酒都不喝就急着走，太不够兄弟了。少爷，来。我今儿还有正事，就到这儿吧，改日再聚。段灵州，你怎么又来这种地方鬼混？二位先去忙吧。成了亲还来这种地方鬼混，你究竟有没有把宁知王府放在眼里，把我放在眼里？小郡王这话说的也忒难听。刚刚那2位是绛云轩的掌柜和望娘，你又不是不认得。你段老板招蜂引蝶还分对象吗？那位宝娘对你笑的可不一般。小郡王若是喜欢，我把她叫回来，与你轻谈几声。周，我若告诉你实话，小郡王可不许生气。其实我是这绛云轩幕后真正的东家，今日是来巡查账册的。你说什么？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名下铺子太多，也不必样样都与你细说。既然如此，我这几年佯装浪荡，日日流连花街柳巷，挥金赏银，你都知道。皇上忌惮穆家，小郡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我还知道，小王爷清清白白，干干净净，未曾逾矩半分。那我这么多年打赏出去的那些银子，自然都是进了我的腰包。段老板家大业大，竟然还惦记我这点银子，也不嫌寒碜。你我不分彼此，我人都是你的，我的银子，小郡王日后想怎么花便怎么花。小郡王该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你明明说最近公务繁忙，还答应我一得空就回来看我，怎么反倒去了绛云轩？我不是特意去的，我只是路过。是吗？既然小郡王不愿说，那我也不强人所难，还请小郡王下车，骑马回去吧。林州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去那里找乐子的，我是为了拿这个，没骗你。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也配小郡王亲自跑一趟？你自己看，看了可不能说我不正经。小郡王，你竟然做这种衣裳！我梦见你穿了这身衣裳，就画了图样去做了。
你回家穿给我看，行吗？衣裳做的这么漂亮，不穿岂不是可惜了？加快速度，本王爷回府有事。是。小王爷送了我那么漂亮的衣裳，礼尚往来，我也要送小王爷一件礼物。礼物待会儿再看，咱们先回房去试试衣裳。那可不成，新衣服要在那儿穿才有情调。你竟然在府中辟了一处温泉池！小郡王日日习武辛苦，泡泡温泉正好能解解乏、松松紧，可惜少了几分自然野趣。下次咱们一起去小汤山泡室外温泉，那才叫畅快。我去外间换衣服，小郡王坐下喝盏茶吧。主子这头发都梳了3遍了，小郡王可还在里头呢。让他等着吧。是不是等急了？可还入得了你的眼？还成吧。这水温舒适得很，小郡王也来泡泡吧。小云王灵犀外溢，看来对我很是满意。好王爷，别恼，我的灵犀也给你闻闻，好不好？这味道又冷又厉，像是赤着脚走在落雪的冷山林里，让人不敢靠近。可这冷冽里还藏着淡淡苦涩，像茶又像酒，有种破碎与强势交织的张力。小郡王，小郡王，你明明是中庸，怎么会有比天道还要强势的灵犀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与其说我是中庸，还不如说我是个没有性别的怪物。你本是中庸之体，怎会有这般强悍的灵犀？中庸，小郡王说小了，我这般不坤不丹不伦不类，不过是个分不清性别的怪物罢了。不要妄自菲薄，你这般体质定有隐情，可否与我说说？我生于林州段家，姓六，父亲一直盼着有个天道继承家业，可我出生又是亲泽，自然不受待见。什么？你竟是坤泽？从前是我娘被他强买入府，只过了1年安生日子，便因我连累，一同被赶去了冷院。后来有个道士说我根骨清奇，可用独门秘药将我改作天谴。其实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人。为何？那秘药难道没用？药力紊乱，我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，身形似中庸，容貌是坤泽，灵犀却强得堪比天中。这般不伦不量，让小郡王见笑了。这不是你的错。改体之后呢？又发生了什么？丹药反噬，我险些殒命，身子也彻底垮了。父亲越发厌弃我，府中人见父时对落井下石，搓磨打骂是常事。我娘拼尽全力护我周全，终究被他们熬得油尽灯枯。年仅18，便香消玉殒了。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在床上躺了3日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，只当自己也要随他去了。没料到那道士去而复返，将我带离了段家。道教讲敬天法祖，不忘根本。我本姓段，又于林州城被他收养，所以取名段林州。那年你多大？2、3岁吧。林州，你受苦了。后来，那道士对你好吗？他教我读书识字，教我生存之道，教我立身之礼。不过在我7岁之后，他便云游四方去了，留我一人独自生活。山中数年，我采药换食，颠沛流离，早已是满身尘埃。小郡王身份尊贵，我这般残缺之人，怕是配不上小郡王的青睐吧？不许这么说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，该死的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上天入地也把那道士揪出来，为你报仇。向来遵礼守法的小郡王，难道要为我大开杀业不成？是他该死，没有他就没有今日的段林州。我与他因生果，果须圆，爱恨皆有归处，相逢终有期时。小郡王须得再近一点叫，要不然我可射不中。你别得寸进尺，
我哪敢？只是小郡王离得太远，我学不会，反倒要惹你生气，得不偿失。安分点儿。这样够近了吧？够近了，只是小郡王的手能不能再稳点儿？抖得厉害，我都跟着慌了。看着把心，跟着我发力，别乱蹭。射！小郡王教的真好，今日时辰还早，不如我们再学点别的。整个仪仗队完好无损，为何偏偏丢了一瓶凝威丸？属下无能，属下该死。能否问问郡王妃，可还带了备用的？我与小郡王可是有言在先，此事我断不会帮忙的。你，郡王可想清楚了，燥气已至，你如今就似笼中困兽，若不及时疏解，这般硬撑下去，可是会死人的。林州，我求求你。此次皇家春猎正与你的造期时间吻合，我让人炮制了一批凝威丸，出发时记得带上。母亲放心，有我在郡王身边，可不比丹药有用。不知羞耻，你在家怎么折腾都行，陪王伴驾，切不可丢了宁朔王府的体面。林州记下了。母亲忙了一天，累了吧？我送您回去。反正那宁威丸也是你收着，随便找个由头丢了便是。这还用我教你？我也正有此意，就是怕小郡王问起。那死小子活像个木头疙瘩，不在关键时刻推他一把，这辈子你就等着守活寡吧。王妃娘娘还真是和年轻时候一样。父王，站在一旁等候吧，皇上片刻便至。是。陛下驾到！臣等恭迎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禀陛下，春猎护驾事宜已全部部署妥当，京畿卫兵严阵以待，定能确保陛下此行平安无虞。禀陛下，宗人随为名单已反复核对完毕，全员皆已到岗，无一人遗漏。辛苦穆爱卿了。还有钦儿，听闻你的郡王妃身娇体弱，朕特许你围猎期间不必时刻陪王傍察，好生照料你的郡王妃便是。臣遵旨，谢陛下体恤。起驾！陛下说你身娇体弱，你倒半点不客气，还真装起来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？京畿围猎一待就是小半个月，我这身子骨若是不好好补补，万一病倒了，岂不是给小王爷添麻烦？我瞧着你脸色红润的很，比这果子还水灵。况且我又没觉得你是麻烦，你是我的王妃，定是要好好照料你的。我的小郡王又害羞了。母亲说你的造期就快到了，应该就是这一两日。小郡王打算如何挨下去？那有什么难的？我又不是第一次经历，和以前一样，服用凝威丸即可。那小郡王可得把丹药随身带好，万一哪天没有丹药，又来求我帮忙，我可是不会心软的哦。那是自然。愣着做什么？过来帮本王妃宽衣。你自己没长手吗？挺和郡王、郡王妃主帐一间，按礼制共居西席。新婚燕尔分在一起才热闹。就是。春猎几日，小郡王打算如何温存，方能不负这良辰美景？段林州，众目睽睽，你不要这般胡言乱语，举止轻浮。你骑术不精，这山林里野兽凶猛，还是和我共乘一骑吧。那就劳烦小郡王带带我了。小王爷怀里真舒服，我都舍不得下去了。别乱动。我没动呀，是马在动。郡王涉猎也要和郡王妃粘在一起，
哥几个还想跟着你打头冷兽露露脸呢，谁不说呢？上次酒喝到一半人就跑了，我们可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。你素来爱猎，在我身边滚着肯定不尽兴，和他们去玩吧，我自己慢慢骑。等我回来，保护好郡王妃，少一根头发，拿你们试问。是。真以为2个木头能砍住我？林州，你终于来了。这小家伙是咱们俩的儿子，小王爷，你给起个名字吧。待会儿再说，你先出去，本王爷要更衣。有什么可挡的？该看的不该看的，不都被我看光了？郡王妃慢点，我等追不上您了，前面危险啊！林州，你终于来了。刚刚有事耽搁了一会儿，让殿下久等了。能有什么事？我看是忙着和你那小郡王一挽别呢。那毛头小子到底有什么好？若我也早认识你几年。殿下又说笑了，咱们先说正事吧。白白嫩嫩，眼神还这么机灵，真是想起了段林州。那是林州的马，看来他也在这附近。林州，你看我捉了只兔子。世谦，好巧，臣与四殿下并不熟络，还是别叫这么亲热了。那本皇子先行一步，刚才所说之事，改日再与林州细谈。刚刚你们在做什么？林间路不平，我差点摔倒，四殿下扶了我一把而已。扶一把需要搂那么紧？大家都是男人，他看你的眼神明明就是想，他就是想。他想什么？那你呢？你想不想？郡王，您要的胡萝卜送来了。看着白白嫩嫩、乖巧听话，其实一肚子坏水，见着人就往上贴，到处招蜂引蝶。你说你是不是只黑心兔子？真是可爱。属下无能，郡王妃是故意甩开我们的，马跑得太快，我们实在是追不上。如此说来，他是专程去私会四皇子的。可他是怎么认识四皇子？行为举止还这般亲近。四皇子的地位明明比我高贵，他又为何选择嫁给我呢？时辰到了，这次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来人，取宁为丸。回郡王，方才清点行装，那瓶宁为丸不翼而飞了。什么？小郡王在找这个，今夜不吃药了，好不好？